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已经到场的嘉宾。我们先欢迎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了。今天是周一，一周的新的开始，先帮我们节目按下赞，谢谢观众朋友有一直在提醒大家说呢，提醒各位网友说要帮我们先留言按赞，并且呢再一次的提醒要按下热推荐，并且在留言区也写下热推。如果没有看到热推荐的话，写下热推，告诉我说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可以写思敏，我在XXX城市收看，那么我会亲自的来做留言的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打仗这个美伊的战争打了2个月的时间，现在伊朗终于是要释出它的秘密武器出笼了吗？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解说。这个武器还包括了水雷海豚，说要狙击美军最新祭出的自由计划。川普在这个时候针对于这场战争，他不断喊说美国赢了，还怒批说不认同的人就是叛国。但是最新民调出炉了，60%的美国人是认为美国并没有赢，并且反对去打这场美伊战争。再来就是在这场战争之下导致的经济损失，最新消息有美国的联航倒闭了哦。那么美国的债务则是爆表，破了 GDP 的100%，创下新高。今天就是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是，因为呢，美国总统最新宣布的3号，他在他的真实社群抛出的震撼弹，从4日上午开始，他会正式的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一个行动，目的就是要协助受困在荷姆兹海峡的这一些中立国家的船只。他说呢，帮助你们的船只可以快速的离开。美媒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说法，透露说这项行动主要是呢帮助这些船只先定位，并且通报伊朗所布下的水雷位置，然后呢引导这些船只可以驶离平安的驶过荷姆兹海峡。但是美国海军来自于外媒的报道说，并不会提供任何的护航。而确实，川普的自由计划，我们看到才刚说出来，就是立刻遭到打脸了。因为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哦，英国的海事监测机构表示，有侦测到一艘邮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投物射击之后击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是，船上人员还好，都没有事情发生。这个行动，我们来看到美军其实是大规模出动了各项的武器哦，包括了他说有导弹驱逐舰，超过1000架的海空军机，大约15000名的官兵一起来参加，强化区域安全。伊朗已经说了，美国这样的举动已经违反了我们本来已经达成好的停火协议。而我们现在来看到最新的消息哦，川普最新的发言真的是引起了民怨。他在佛州的演讲当中亲口承认，美军登上了伊朗的油轮，直接接管伊朗的石油。他怎么说？他说这是一笔非常赚钱的买卖。他说呢，我们美国有点像海盗，而我们就像是海盗一样。更失控的事情还有呢，白宫不知道为何突然间在网络上抛出了一段影片，影片的时间长达了1个小时，都是在反复跳针说着一样的话，就是说美国赢了，美国赢了，一直说美国赢了，讲了1个小时的时间。而最新民调，我们要来看到发生什么事情了。美国民众是完全不买单的，他们不认为美国赢了，因为呢有高达了60%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对于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川普最新发言则是表示，认为美国没有打赢美伊战争的人形同叛国。这话一出，也是让大家非常的震惊。而面对美国强硬的举动，最新伊朗也给予了最新的强烈反击。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正式披露，他说伊朗现在正准备要启动他从来都没有曝光的水下战力，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它的潜舰还有这一款神风海豚，说是携带水雷执行自杀攻击任务的一个重要海下的武器。这一批海豚最早可以追溯至2000年的时候，从前苏联就购入了原为苏联海军训练的杀手级水中战力。而伊朗国会还准备立法了，接下来会限制在荷姆兹海峡
通行的船只种类。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刚刚说的，川普说的他要做这个自由计划，只引导不护航，被大家质疑这样有保护得了这些船只吗？另外，伊朗说可能动用的神风海豚的战力，我们也会做一个评估。川普还说了，美国就像海盗抢油赚大钱。这样子解读，美国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成为国际秩序的一个守护者，反倒成为破坏者呢？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川普现在正在打一个擦边球嘛，他一方面宣称说是属于停战阶段，因为停战阶段，所以他才敢大剌剌的把他的船放在荷姆兹海峡的出口然后来进行我封锁你的封锁因为如果不是停战阶段，我相信他的军舰绝对不敢离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土这么近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被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导弹来攻击。所以呢，他第一个在玩的擦边球是这个，他咬死了是停战，所以呢，他就在那里执行封锁。那么第二个呢，他现在又咬死了是停战，他就开始说，我现在要想办法协助这个荷姆兹海峡内的这些货轮这个在不介入双方战争的这些国家都能够顺利的离开。可是呢，坦白讲，他讲这个话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那你怎么帮他们离开呢？就如果荷姆兹海峡真的被布雷了，你说我现在告诉他们雷在哪里？我如果今天是一艘货轮、油轮的这个船长，我敢相信美国给我的数据吗？美国真的把所有的雷都找到了吗？这个舰长是专家，待会儿可能舰长可以再做分析就要扫雷也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那如果美国没有看到这个雷，我的船过去了被炸了，然后造成了损失，这个账该算在谁身上呢？所以呢，那你更不用讲说美国你又不护航，那你不护航的情况之下，如果我被伊朗攻击了呢，那我该怎么办所以他讲的这种话就是口惠而实不至这个意义并不大但是我要提到的就是说，当然对伊朗来说，他手上有太多的筹码跟工具嘛。刚才这个思敏跟我们讲到了，像所谓的这个海豚水雷那么其实这个因为从过去的一些这个资讯看起来，伊朗的确是拥有类似的这种具备这个攻击或者侦察能力、受过训练的这个海洋哺乳类当时是前苏联在克里米亚地区训练的，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卖给了移转到了伊朗的手上。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所谓的海洋哺乳类的这个实际上是存在的那么这些所谓的海豚或者是海洋哺乳类，它们的声呐特征跟生物特征很有可能可以突破这个现在传统的这些扫雷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到底是一条这个正常的海豚，或者是有携带攻击装备的海豚，谁都不知道那么所以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防不胜防的事情不过我要讲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川普今天说自己像海盗这件事情那么等于是再一次的把美国在过去81年所建立起来的全球的这个秩序跟这个霸权的这个体制彻底的给摧毁掉了。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说过，美国过去这30年来最有名的一位这个国际政治跟战略学者布里辛斯基，他在1997年写过《大棋局》这本书，20年后他在2007年的时候再写了一本叫做《第二次机会》。他为什么讲第二次机会呢？他认为美国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他认为在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应该做的是什么？美国应该做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世界秩序，然后美国做这个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他就有足够的这个正当性的制高点、道德制高点可是呢，美国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他在2007年的时候再写了一本叫做《第二次机会》，提醒美国说你还有一次机会。但是在这个书里他写了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他这个书里有写了3个很重要的事情，美国一件都没做到。他说，第一，正当性比力量更重要，美国没做到，中国大陆做到了。第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战略，美国没做到，过度的迷信军事力量，完全没有任何的战略。可是这一点，北京政府也做到了。第三点，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现在大家看到美国的崩解，能够把美国霸权把它击毁的，绝对不是外部的势力是川普自己拿着凿子一凿一凿的凿，他自己在打就算了，他旁边这些幕僚跟着他一起打所以美国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怪不了任何人的，要怪就怪他自己了。好，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请教舰长怎么看？美国不断强调他在这个波斯湾地区，或者是荷姆兹海峡，它是有这一个，非常强大的军力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上个礼拜一，因为
那所公布的这个美国海军新闻网所公布的相关内容的话，它所谓的强大军力，也就是林肯号以及布希号这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迪利波里号这个远征打击群。所谓的远征打击群，它就是带着陆战队准备要登陆用的。那其实呢，我觉得那个未来伊朗一定会后悔这段时间让美国呢这么多的军舰那进行这个重新的再装填再装弹的部分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从之前啊，也就是前几天啊，又失火的这个希金斯号，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可能就是就是它没有装，它已经是满装的，它要前往这个波斯湾，然后波斯湾的船呢过来换。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船上的，无论是标准3型或标准6型啊，他们如果未来要补给的话，几乎这是64个月跟53个月，根本就是5年以上的时间。是。那至于说如果是被水雷打到的是什么样子，长成什么样子，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看到19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前一代的迪利波里号，它其实就是被那个飘雷命中，打一个这么大一个洞。那这是它的舰长啊，这样对比我们就知道说它的这个洞有多大。那至于说现在找海豚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海豚的问题1960年代就有了，而且是美苏这个双方通通都在做这件事情啊。而且呢，我们从美国的现在叫做战争部啊，他说海洋哺乳动物的计划呢，可以为国家安全做出贡献，也就是可能包括这个无论是各种的爆炸物、水雷啊，或者是敌方的潜水人员都可以利用这一个海狮或者是这一个海豚来进行这一个捕获。那其实我们来看啊，他们到底是怎么作业的呢？他真正作业的方式，也就是在他的前的鳍这个部分装上一个摄影机来进行确认，或者戴一个类似头套的部分呢，来确认说那个海豚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当海豚它用声呐，其实海豚真正最厉害的是它的会发出那个音波，也就是声呐来探测那个水中有什么东西，而且经过训练之后呢，它就会发现水下的一些很不寻常的东西。那这一些它会发出很高音的这种频率很高的，然后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是。那而且海豚跟海豚之间不会互相干扰，可是我们舰艇跟舰艇之间使用的声呐却是互相干扰。但是我们只讲了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海狮啊。那海狮其实它跟海豚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海狮它的视力很好，呢，它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它非常敏锐，也就是也是一样可以发现海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现在呢，美军就说他要部署这些装备，那真正的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伊朗想得太厉害啊。伊朗从来我们也没看过什么智慧水雷，而且智慧水雷的前提就是你要将这一些无论是磁性压力或者是音响啊，你都要收集完毕之后，你再组合才会变成智慧水雷。我们之前这个不是伊朗用的，这是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黑海里面所发现的这个飘雷长成这个样子。但是美军真正想要反制的，除了这种我们刚刚讲的哺乳类动物的话，那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这 AQS-20的这种系统。这种系统呢，其实人类用很多的系统，其实都从这一些生物上面得到的一概念。我们现在看这像不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海豚啊，像啊。然后它的声呐，其实除了主动声呐可以向前之外，它还可以向两侧以及下面，正下方的部分。那它的部署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使用无人艇，那当然它也可以使用海鹰的直升机来拖带啊。那这些方式呢，都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可以使用在这一个霍姆兹海峡的部分。但是刚刚委员特别强调美国是不是一个海盗的问题啊？美国早就是海盗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他在他的一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美国海军的一个学术的
一个 proceeding 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讲到美国施虐行为是合法的。那他在这里面探讨了非常多。那我们认为他只是学术，对不对？还不是这样而已啊。我们看到国会研究中心，他也提出有关于撕裂许可证以及如何报复。那我们就讲到说，其实美国做的这一些，现在就是无论从委内瑞拉一直到现在的伊朗，其实都是这种路数。也就是海盗的路数。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在这场美伊战争当中，美国跟伊朗各自祭出的各种，尤其我们今天聚焦很多是在水上跟水下的战力。那其实现在关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说打到现在，美国自己内部撑得住吗？因为有一些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尤其是武器的消耗量已经，还有这个国债现在的承受量已经超乎他们原本预期的了。美国自己内部会不会受到政治很大的一个冲击，还有经济很大的冲击？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军事上它的这个导弹 JASSM-1R 的战前库存4400枚，现在呢已经消耗了1000多枚；战斧战前有3000多枚，现在也消耗了1000枚。单价1550万美元的萨德导弹也是到了库存的极限。刚刚讲了嘛，还包括了国债，现在呢冲上31.22兆美元，正式突破 GDP 的100%，是2战后最惨的一个记录。而我们都知道，现在油价已经冲破了120美元一桶哦。导致有一家美国的联航始祖经营34年的精神航空宣告倒闭，那么所有航班接下来在5月份都会取消。现在预估呢会冲击到上百万已经在精神航空订票的旅客，还有会造成1.7万人恐怕会跟着失业。担心的是后续会不会有其他航空公司一起发生所谓的连锁效应？那美国现在遭受的问题，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通常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呢，过去历史上大概给我们有3种，就是强权兴衰、政权权力移转的这种模式。第一个当然就是跟挑战者之间的战争输了，那你就从霸权的地位下来，那这个战争可能是军事战争，过去大概都是如此，一个世纪一个霸权，然后一场战争就换了一个霸权。那但是现在可能是用经济，也可能是科技上的战争，所以你看到美国对中国开始采取关税战、科技战。这样输赢是怎么样，还没有确定。第二个霸权移转呢，那基本上就是叫做帝国的扩张，也就是说你扩张的太快，结果你血管末梢没有办法去这个持续的去支持，那你就开始退缩，到后来呢，你就自己本身面临到就是帝国的瓦解。那第3种呢，那就是历史上最常见的，那就是一个愚蠢的国王把这个大帝国给消耗掉了，那当然这3种的因素，现在在美国呢，是不是帝国的扩张已经开始在出现了？是不是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就是的这个国王呢，也就是川普，他已经造成了就是美国的这个兴衰？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当中那在军事、地缘跟能源，还有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国之间呢，都开始面临到同时的这个受创、影响甚至衰退。那因此，我觉得美国现在面临到的这个伊朗战争之后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明显。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